你是不是总是纠结、拖延，内心戏特别多，总是过度解读身边人的想法和看法？你有很多想做的事，但总是提不起劲做，觉得很疲惫，或者总是担心自己会做不好。那种感觉就像在你的精神世界里有两个人，这两个人观点不同，相互拉扯，吵得不可开交。这就是精神内耗啦。精神内耗又叫心理内耗，它是指人在自我控制的时候需要消耗的心理资源不足而产生的疲惫感。如果你想更详细的了解内耗是什么，有什么症状，可以观看我的上一部影片。大家好，欢迎来到课后学堂，通过分享让你获得对生活的感悟。任何时候，我们都是自己心理痛苦的创造者，也是唯一的终结者。今天我们就来一起讨论如何走出以及停止内耗。一，不要逃避，尤其逃避到手机里去，这是很重要的一步。很常放工后，或者是感到疲惫时，我们就会下意识的去刷手机，想让自己放松休息。但网络世界带来的虚无感是加重内耗的根源。如果是在限定的时间内用来放松，其实并无大碍。但多数的我们都是自制力不够坚定，长时间躺在床上刷手机的那种休息，不是真的休息，是对现实的逃避和抽离。这样的休息只会让我们更加的空虚疲惫。二，降低对别人的期待。内耗者常为人际关系而烦恼，太在乎别人对自己的看法，担心自己的每一句一举动在别人眼里带来的意义。我们总是希望得到别人的肯定来评价自己，但尝试把期待放回自己身上，真的会轻松不少。此外，我们要把自己和他人的事情分开，剥离开来。被讨厌的勇气，书中心理学家阿德勒提出一个概念：课题分离。什么是课题分离？指的是想要解决人际关系的烦恼，就要区分什么是他人的课题，什么是自己的课题，在心中树立一条清晰的分界线。简单来说，就是分清楚什么是他人的事，什么是自己的事。别人如何对待你，要怎么做，那是别人的事，你无法干涉。同样的，你也有你自己的事，也是别人无法干涉的，只能靠你自己。举个典型例子吧，比如有个朋友想找你帮忙，你觉得不方便，想要拒绝，但又不好意思拒绝。这个时候你要分清楚哪个是你的事，哪个是他的事。这朋友来找你帮忙，他想要你帮忙，那就是他的事。而你想要拒绝，你想这就是你的事。你拒绝之后，他有意见，不开心，那就是他的事。他怎么想，你控制不了。这样你明白了吗？三，拒绝不喜欢的事物。我们必须清楚面对自己想要的是什么，不想要的是什么。内耗的人沟通方式多数倾向把不喜欢都憋在心里，自己认为可以忍得到，无所谓，直到熬不住了再大规模的爆发，结果伤人伤己。我们要学会坦诚地表达出来，斩断猜疑和矛盾，这样会让我们更能去珍惜守护对的人。而那些总是需要你妥协忍让的人，早点再见是件好事。四，想要做的事情赶快行动起来。很多时候我们就是败在顾虑太多，记住，不要做精神上的巨人，行动上的矮子。当你陷入忧郁和纠结中的时候，马上行动起来，用多做代替多想，把事情做好之后，所有臆想的悲剧都会在行动中瓦解。大多数事情是这样的，你去做的时候，总会面临很多痛苦、压力、烦恼，会消耗大量的能量。但反过来，当你把它做到一定阶段，获得一定的成果的时候，你也可以从中收获大量的正反馈、满足感、成就感、胜任感。很多时候，你之所以不行动，是并没有一个真实的困难在阻碍你，你只是被你内心的想象拖住了脚步而已。塞内卡说，折磨我们往往是想象，而不是真实。我觉得停止想象的有效方法就是感受真实，用自己的身体去行动，抵抗想象的虚无。比如爬山、运动、烹饪、画画、学习，做一个你当下认为最容易做到的积极事情，踏出一步，焦虑也会少一分。五，降低心理预期，将目标拆分成小目标。
大家要知道，完成比完美更重要。我们不敢踏出第一步，就是因为太多顾虑，总是往过去看，或者太在意担心未来，却忽略了当下的行动。没有很清晰的计划步骤，所以容易迷茫。潜意识我们会觉得自己一定失败的，怎么可能达成呢？这目标太难了。人都会有一种看到大目标就害怕自己做不到的这个心理。这时候我们就要学会拆分自己的目标，比如要完成一项任务时，不妨先将任务分成一个个小阶段来完成。每完成一个小目标，你就获得了一份成就感，不知不觉中，你就会把之前觉得很遥远的大目标拿下了。6. 接纳自己。正视自己的缺点，欣赏自己的优点，是减少内耗的关键。每个人都不是完美的，不要在心里给自己塑造一个完美的形象，这个形象不是你，两者也没有太大的关系。试着拿出一张纸，写出自己身上的标签，数量越多越好，合理的审视你自己，你会发现原来自己并没有想象中的差劲，只不过优势与劣势和别人不一样，自己也有属于自己的长处。接下来，培养成长性思维，接受现在不完美的自己，接受自己的缺点、不足的地方，努力去慢慢改变。将改变后的好处列出来，比如我不会再患得患失了，我再也不会做事拖延了，我不会总是犹豫不决，想太多了。改变认知是改变行为的前提，想事情总是先从优势出发，先想着改变后带来的好处，你的行为方向至少是对的。真正的自我接纳是做不到就诚实的接受这个做不到的自己，然后尽量朝着能够做到的方向去努力，不对自己撒谎。做一件事之前告诉自己，尽自己最大的努力吧，做不到也没关系，找到不足之处加以改正，自己以后会更优秀的。只有这样，我们才能树立起向前迈进的勇气。简而言之，停止纠结，做出行动。不要把哪怕1天、1小时、1分钟浪费在无意义的内心戏和情绪波动上，而是要让它们发挥出价值，帮助自己解决问题。你当然可以自由地分配你的时间，工作、休息、学习、娱乐、放松，都是可以的。哪怕你就是发呆，什么也不干，都可以。这些都不属于浪费时间，因为你是在自主的行动，你是沉浸在当下，你在感受你生活的每一分每一秒。这就是最好的状态，也就是能给你幸福感的状态。不要被担心、恐惧吞没，你要做的事就是往前走，全身心投入进去。记住，并没有什么东西在阻碍你，除了你自己。世上只有一种成功，就是用你喜欢的方式度过一生。我们的分享就到此结束啦。如果你喜欢我们的影片，请帮我们点击赞、分享以及订阅，记得打开小铃铛哦。如果有什么想法，也欢迎你留言。下一期见哦。